同样是1000的观看量，不同的频道会获得不同的广告收入。有的频道能够获得$30的广告收入，而有的频道只能够获得$3的广告收入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0倍的差距呢？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带你了解 YouTube 广告收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并且如何在相同观看量的情况下提高你的广告收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你想更好的经营的 YouTube 频道，你想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记得进入我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在你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以及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并且你能够顺利的通过获利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影片的广告都打开，然后期待你的广告收入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好奇，你到底能够获得多少的广告收入？这就和 YouTube 的一个指标有关，就是 YouTube 的 CPM。CPM 就是每1000次的获利观看量，广告商需要支付多少钱。你能够来到你 YouTube 后台，然后选择收入选项，这里就能够找到你频道的 CPM。你可以去查看你每一部影片它们的 CPM， 但是这个数值并不代表你获得1000的观看量，你的 CPM 为$10，那么你就能够获得$10。这就要说到 YouTube 和创作者的广告分成政策了。因为 YouTube 免费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，去让我们吸收流量赚取收入，所以合情合理 YouTube 会分走广告收入的一部分。现在的分成政策就是 YouTube 会分走45%的广告收入，而创作者保留55%的广告收入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获得$10的广告收入，那么 YouTube 就拿走$4.5，你自己留下$5.5。所以 CPM 并不是你最终能够获得广告收入。如果想真正看到你能够获得多少广告收入，你应该去看旁边的指标，那就是 RPM。RPM 显示的数字就是 YouTube 在拿走分成之后，你真正能够得到多少收入。另外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就是估算的获利观看次数。在 YouTube 上的影片并不是每一次观众观看都会有广告产生，只有当广告产生的时候才会算一次有效的获利观看。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影片获得1000观看量，可能实际的获利播放量仅只为900次，那么会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获利播放次数呢？首先就是手机上的播放次数。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观众会习惯在手机上观看 YouTube 影片，那么如果他们是在手机端上观看 YouTube 影片，那么广告出现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，这就会导致你获利的播放次数下降很多。第二个就是观众有安装屏蔽广告的插件，这就会意味着观众看不到广告，你的获利播放次数也就下降了。第三个因素就是观众在一段时间里面连续观看了好几部影片，那么广告产生的几率就下降了。第四个因素就是观众购买了 YouTube Premium，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看不到广告。YouTube 影片的广告形式也会被分成不同的选项，例如有展示广告、重叠式广告、赞助广告、可跳过视频广告以及不可跳过视频广告。这些不同的广告也会有不同的 CPM。你可以去你的 YouTube 频道后台去根据不同的广告类型进行分类，这样你就能够找到在你频道里面不同广告会有不同标价。例如以我的频道为例子，在我的频道里面可跳过广告为$12.69，而不可跳过的广告为$6.8。大家频道的 CPM 有多少呢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看到现在获得有用的信息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能够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出更优质的内容。感谢你对我的支持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有一些内容在 YouTube 上是会有很低的 CPM 的，例如儿童内容。承认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广告， YouTube 会收集这些观众的数据，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、个人的兴趣来定制他们喜欢的广告。但是这个做法并不能用到儿童内容中，所以 YouTube 获得数据就会很少，并且这些广告必须遵循为儿童打造内容的广告政策，这就意味着 CPM 会降低。在你上传影片的时候， YouTube 也会提供自我认证的功能，因为有一些内容会受到广告限制。如果你影片里面有包含其中的一些选项，那么广告商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广告投入到这些影片里面的。首先就是广告商肯定想要保持自己的品牌形象，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品牌出现在不适合的内容里面。另外一点就是广告商肯定想要吸引一些高质量的客户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他们的广告放入一些毫无问题的内容里面。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这是自我认证的功能，所以很多人会有侥幸的心理，即使自己的内容里面有包含其中一些选项，还是选择没有问题。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。即使你自己选择了没有问题，但是 YouTube 的系统还是会自己判断是不是符合规定。你这么做只会让你频道受到更严重的惩罚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做，去伤害自己的频道。大家应该会看到一些频道会分享他们的 CPM，
有一些频道他们会有很高的 CPM， 像是20几美金、30几美金，而有一些频道他们的 CPM 就很低，像3美金、5美金等等。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，会有哪些因素会决定你频道 CPM。首先，第一个因素就是地理位置。YouTube 会根据国家的贫富程度来对广告商会有不同的报价，因为经济能够反映国民的购买力。例如在印度和美国的观众，他们的购买力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在美国的观众，他们的收入高，所以会购买更贵的东西。一般来说，母语为英语的国家，他们的 CPM 都是很高的。这里也需要考虑到一个国家他们线上广告产业是否发达。如果一个国家他们经济实力很强，但是线上广告的产业并不发达，那么广告商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广告投入到这些国家里面。第二个因素就是频道领域，不同的频道领域、不同的频道主题，他们 CPM 都是不一样的。即使你的观众都来自美国，一个讲游戏的频道，一个讲股票的频道，股票频道 CPM 肯定会比游戏频道 CPM 高，因为讲股票的频道，他们观众年龄层会在25到40岁左右，这个年龄层的观众，他们都有工作，是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所以他们购买力是很强的。然而游戏的频道可能吸引的都是很多年轻的观众，他们可能大多数都在上学，并没有很多资金去购买商品，购买力并没有很强，这就会导致讲股票频道 CPM 会高于讲游戏频道 CPM。第三个因素就是时间，广告商在不同时间投入的广告预算会直接影响到你频道 CPM。通常每一个公司都是在每个季度去分发自己的广告预算的，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，有很多公司都还在分析自己今年的广告预算，所以他们就不会很活跃，这就会直接导致你频道的 CPM 在1月份的时候会下降，但是在每年重大节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 CPM 就会有很大的上涨，因为在这段时间内，人们的购买力会上涨，所以广告商也会加大广告投入去进行促销活动。例如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购买礼物，所以就会很多广告商会不停的打广告去促销他们的商品。还有在开学季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购买很多电子产品，这个时候很多电子产品的广告商就会加大投入去促销自己的产品。还有每年 Amazon Prime 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广告商又会投入很多预算去增加自己的销量。我在影片的开头也有说到，我会提供一些方法去帮助你提高你频道 CPM。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制作更长的影片内容。有很多人已经发现，当你影片里面出现越多广告，相对的 CPM 就会上涨。当然这里我不建议大家在10分钟的影片里面放入4、5个广告，这样是会引起观众反感的，并且会影响你影片的表现。所以当你能够制作时长越长的内容时，你就能够加入越多的广告。这里我建议大家每隔4分钟加入一个广告，这是观众能够接受的程度。并且也有人发现，如果你影片的时长超过了8分钟，那么影片开头广告就更容易出现，这样也会提高你影片的 CPM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吸引更多高 CPM 国家的观众。之前我们有说到地理位置能够影响 CPM， 所以如果你能够吸引一些高 CPM 国家的观众，那么自然的你频道的 CPM 也会上涨。那么你如何能够吸引更多高 CPM 国家的观众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他们活跃的时间里面发布影片。如果你现在也有的观众都是来自美国、加拿大，那么你就能够继续保持你的上传影片时间。但是如果你现在频道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来自亚洲或者其他低 CPM 国家的观众，你想去吸引一些高 CPM 国家的观众，那么就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你发布影片的时间，尽量调整到这些高 CPM 国家观众活跃的时间。另外一个策略就是你影片的语言是英语说的， YouTube 会根据影片的语言推荐给最适合的观众。如果你影片是用英语说的，那么就自然能够吸引很多说英语的观众，你的 CPM 也会提高很多。第三个就是包含高 CPM 的关键词，不同的关键词会有不同的 CPM。现在网上有一些工具能够让你查找每一个关键词的 CPM， 有一些是付费的，有一些是免费的。同时 YouTube 也会根据不同的标签来匹配不同的广告，所以不同的标签会影响出现在你影片的广告。我这部影片会告诉你一些高 CPM 的关键词，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很多人做 YouTube 频道就是为了得到一份广告收入，这没有错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被动收入的方法，但是它太不稳定了，并且你有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你频道 CPM。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YouTube 这渠道去发展不同收入来源。即使你是个小频道，你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发展不同收入来源。具体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部影片，能够让你一开始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就发展不同收入来源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来开启我们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